1953年6月，东德罕见掀起工人大罢工，反对苏联占领军，要求改善民生。短短2天时间，罢工运动席卷东德500多家工厂，发起160次暴动，各地工人与警察冲突接连不断，甚至发生多起流血事件。一直以来，外界都认为这起柏林暴动是自发的，是工人群体饥肠辘辘、不堪忍受的一次揭竿而起。然而，经过历史学家揭秘发现这起恶劣事件背后竟然存在主导者，他就是苏联秘密警察头子斯大林身边的左膀右臂贝利亚。实际上，贝利亚这样做只是为了将德国200亿卖掉。他为何要卖德国？1953年，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苏共内部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新的政权组成，苏共核心权力的再分配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经过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等一系列磋商，马林科夫出任了苏共第一书记，贝利亚坐上安全部部长之位，并兼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一职。斯大林去世前，马林科夫一直是党内的二把手角色，由他组建政府并代替斯大林主持政务，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马林科夫政治作风的软弱、犹豫不决，让他注定无法成为像斯大林那样拥有唯一权力的人，反倒是被身后的贝利亚暗暗操控着国家大权。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立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大改革，包括缩减军费、平反错案、主张党政分开、提出反对迷信等等。但从种种迹象来看，贝利亚在推行改革的同时，也在趁机疯狂拓展自己的势力版图，这引发了苏共其他领导人的忌惮。尤其是他对内务部门改组、大规模扶持亲信上位的行为，俨然是对马林科夫一把手位置的挑衅。不仅如此，斯大林葬礼之际，贝利亚还打着维持秩序的名义，公然将几个师的苏军开进莫斯科，将苏共各处要职围了个水泄不通，距离篡权夺位只有一步之遥。而对外，贝利亚也走到了苏共绝大多数人的对立面，将矛盾置至民主德国。二战后，德国被一分为二，民主德国落入苏联的掌控，而贝利亚代表苏联长期活跃在德国境内。也正是因为这层便利的关系，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先后兴起了东柏林暴动，并策划了对东德的收买。以上2起事件无不体现出贝利亚对东德的厌恶，这在苏德亲如兄弟的国境背景下，似乎显得有些突兀，但实则不然。苏联与东德的矛盾一度贯穿了冷战始终。与苏联而言，对东德不满的原因很简单，战后的东德就是一个烂摊子，苏联始终被其拖累着，驻军、经济扶持、物资输出，每一样背后都是巨额资金的消耗。可苏联本就不是什么经济大国，自身造血能力都堪忧，哪来这么多钱制约别人？所以到了50年代初期，苏联就开始有意摆脱这个包袱。斯大林执政末期已经在筹备将东德卖掉，既不阻止东西德国的统一，但需要西方世界付出一些金钱代价。1952年，斯大林就多次暗示欧美国家，苏联愿意在获得一些利益后从东德撤离，但在实施该计划的过程中，欧美国家要向苏联赔付一定抵偿金。苏共内部究竟有谁知道斯大林的这一计划？目前看来几乎无人知晓，甚至斯大林究竟是否做没做这一决议，现在也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斯大林逝世后，身为其左膀右臂的贝利亚就将这一决策提上了日程。1953年6月，东柏林破天荒地爆发了一场工人运动，3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公然反对苏军对东德的占领，要求其离开德国，并呼吁政府提高工人工资，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条件。从6月17号开始，东柏林大街的建筑工人打响罢工第一枪，并于次日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紧接着，东德工人在短短2天内疯狂涌向街头。一些城市的工人在经济诉求之外，进一步提出政治愿景，要求东德领导人离职，促进东西德走向统一。2天时间里东德工人暴动160多次，各大城市冲突不断，甚至出现流血事件。这场工人暴动的原因要归结于东德政府对工人工作量的增负。然而，从苏联揭秘档案来看，提高工人工作量政策的始作俑者正是贝利亚。换言之，是贝利亚故意促成了此次东德工人暴动。除了鼓动暴动之外，贝利亚还差点将斯大林的意愿变为现实，将东德卖掉。斯大林去世之后，苏德两国的形势愈发严峻，贝利亚对东德的售卖计划随即提上日程。恰逢这一时期，东德出现大批民众窜逃行为，这正好给了贝利亚放弃东德的理由。据统计，自1951年1月至1953年4月，共有45万东德民众逃至西德，在两国边境地带引发旷日持久的动荡，这引起了苏共的重视。1953年5月27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针对大量东德公民外逃问题展开讨论，并试图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不料贝利亚却在会议上直言，现在看来，试图在东德推行社会主义的方案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贝利亚声称，我们完全不需要强求东德走上社会主义，只要确保两德合并不会对我们的安全产生威胁即可。当其他人质问贝利亚为何要这样做时，他答道，对苏联来说，只需要看到一个和平安定的德国，至于那里会不会出现社会主义，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他还表示，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对于苏联也就足够了。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因此，贝利亚对卖掉东德一事十分热衷。且精于计算的贝利亚认为，同意东西德国合并不应该是无偿的，德国、欧美国家需要为此支付大笔抵偿金。贝利亚向西方世界开出的价格是200亿美元。然而，未等他成功将卖掉东德的计划践行成功，自己就先被逼上绝路。贝利亚在民主德国问题上所持的观点遭到绝大多数中央主席团委员的驳斥，也直接引发了后续对贝利亚的处置。莫洛托夫认为，在德国问题上，贝利亚建议的投降主义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他是要向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投降。赫鲁晓夫认为，让民主德国放弃社会主义建设，向西方让步，这就意味着把1800万德国人置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贝利亚对无产阶级立场和革命原则的这些背叛行为，一方面加深了赫鲁晓夫等人对他的危险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找到了抢夺政治权力、对贝利亚直接出手的契机。而那个打响讨伐贝利亚第一枪的人，正是后来成为苏联领导人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早就打算要搞掉贝利亚，他在回忆录中说：“40年代后期，我已经深信，斯大林死后，我们应该尽可能阻止贝利亚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否则就是党的末日。因此，我一直警惕着他。我知道他正在寻找机会攻击我，想搞掉我。”赫鲁晓夫在为病危的斯大林值班守护时，就曾同苏共高层私下商量说，贝利亚自己想当国家保安部长，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他成功。如果他当了国家保安部长，那就是我们末日的开始。当认定贝利亚在加紧争夺国家权力之后，赫鲁晓夫就紧急行动起来，伺机在领导集团中间进行反对贝利亚的个别串联。他首先取得马林科夫的同意和支持，然后又逐个游说，取得莫洛托夫、米高扬等许多苏共核心的支持。每次串联，赫鲁晓夫都是先抬出马林科夫，说马林科夫等人已同意运营。当一切策划妥当之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就召开针对贝利亚的会议，而贝利亚当时还蒙在鼓里，一点也没有察觉。关于贝利亚的被捕、被处决，一直流传着各种不同的说法。现在回头看来，比较可信的说法来自于朱可夫元帅。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谈到，1953年6月26号，贝利亚在主席团会议上被赫鲁晓夫、朱可夫组织的军人小组当场逮捕。军人小组先把贝利亚带到一间休息室，并限制了他的自由。直到夜间，克里姆林宫的警卫换了岗，才将他带到莫斯科防空司令部的拘留所。后来关在一个地下防空洞或者仓库中。所有的抓捕行动都进行得悄无声息。随后，苏共内部组成8人专门审判委员会，指控贝利亚犯下叛国罪，并旨在攫取国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委员会认为，贝利亚是隐藏在英美帝国主义国家的多重间谍，甚至一度将罪名追溯到2战时期，认为他曾有意放希特勒军队进入高加索山隘。贝利亚在最后的庭审中为自己进行了申辩，但他的申辩已经不起丝毫作用。审讯只是一项程序，他的命运事实上早在审讯之前就已决定了。1953年12月23号，贝利亚最终被判处死刑，当晚就被送上刑场。同年年初，还一度屹立于苏联政坛顶端的贝利亚，不到1年时间就彻底跌落谷底。至于售卖东德的计划，也再度宣告泡汤。鼓励暴动，策划卖出东德，贝利亚的种种激进举措，在苏联阵营内部酿成阵阵风暴，招致政敌的忌惮，并给政敌留下争权夺利的借口。有关贝利亚的倒台，目前坊间仍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不少人认为，对贝利亚的审判和处决并没有确切证据，安插在他头顶的叛徒罪名只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贝利亚事件只是苏共内部的一场权力争斗。但随着贝利亚被处决，大批相关秘密档案被付之一炬，真相究竟如何，后世已经很难得知。